各位老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陈国华，欢迎来到颐养晚年。今晚的话题可能有点重，但关系到每个家的根脉，请你关上门，静一静心，咱们安安静静聊一聊。为什么这么郑重？因为我要讲的这件事，不看你存款多少，也不看你房子多大，就看家里那个让你欢喜、让你忧、让你半夜睡不着觉的孩子。我在这个行当几十年了，每天见很多来调理身体的朋友，但说实话，差不多一半的人病痛不在骨肉，而在心上，而这心病的源头，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孩子。我见过太多在外面风光无限的人，一回到家，面对那个10几岁梗着脖子吵，或者30好几还没定性的孩子，所有的体面都失灵了，那种无力真能把人压垮。前2天一位母亲坐我跟前，眼泪直流，陈老师，我儿子小时候多贴心，现在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。我为他辞了工作，最好的学校，吃穿，陪他熬到深夜，可他说恨我，说活着没劲，甚至动过手。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我心里难受，但还是得说实话。大姐，你说对了一半，这和业有关，但更关键的是咱们没弄懂这里的道。太多人以为孩子是我生的，就得听我的，路得按我画的走。各位，这个想法正是所有痛苦的开始。今晚咱们就用老祖宗易经的智慧，加上中医看人的法子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和孩子这一场父女母子的缘分，根本不是我养你大你养我老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非常精密的因果循环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没错的话，您可以在评论区打个1，点个关注。您的一次转发，或许就能帮助一个人获得有用的知识，这非常有意义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咱们得把最底层的道理掰扯清楚。孩子，他到底为啥来你家？现在的科学会告诉你，这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。没错，这是肉身的层次，但在咱们中医和传统文化的眼里，一个生命的到来是一场能量的吸引与聚合。易经里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为什么千千万万个灵魂，偏偏是他投身到了你的肚子里，叫你一声爸妈？那不是抽签抽中的，是因为你们之间有账要算，有缘要续。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所有的重逢都是久别。这个亲缘的账大体分4种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你都躲不开，都得接着。第一种叫报恩来的，这种孩子是你或者你的祖上以前积了德，行了善，帮过人家，这一世人家带着满满的福气和感恩来了。这种孩子最好带，从小身体结实，少病少灾，读书不怎么让你操心，懂事明理，长大了有出息还孝顺，你晚年就等着享清福吧。咱们老百姓有时候说这是来还债的，其实是来报恩的，这是状元子，是给家门增光的。但是各位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孩子太稀罕了，那是你祖上积了大德，福报深厚才能有的。第二种，那就吓人了，叫报仇来的，这可能是你上辈子亏欠了人家，或者祖上做过不妥当的事，这一世人家就是带着一股怨气来的。咱们常说的冤亲债主就是这种孩子，生下来可能就是个小魔人精，体弱多病，从小让你操碎了心，花钱如流水，长大了更是惹是生非，在学校在小区都让你脸上无光，到了你老了，还可能把你那点养老的本钱都折腾光，活活把你气出病来。你看那些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把父母气到住院的败家子，多半属于这一类。他就是来清算旧账的，不把你拖累到一定程度，他潜意识里那股怨气平不了。第三种叫讨债来的，这个和报仇不一样，报仇是带着恨，要你难受，讨债是拿着账单，要你花钱。可能你上辈子欠了他钱财或者人情，这一世他来做你孩子，就是来消耗你财富的。你得送他去最贵的学校，买最贵的衣服，
满足他各种物质要求，从幼儿园到成家立业，全是钱铺路。等到他觉得债收的差不多了，可能就远走高飞，或者跟你关系淡薄了。这种孩子，你对他付出再多，他都觉得理所当然，因为在他深层意识里，你就是在还债。第四种叫还债来的，这种孩子是上辈子欠了你的，这一世来给你做牛做马报答你。他可能没什么大本事，赚不了大钱，但特别老实顾家，对你言听计从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自己辛苦赚点钱，也先想着孝敬你。他一辈子都在默默的付出，偿还他前世欠你的。听到这，各位心里是不是已经开始琢磨了，想着自家那个宝贝疙瘩到底是哪一种？先别急着对号入座，更别去搞迷信算命。我今天讲这个，不是为了让你去给孩子贴标签，而是要让你明白一个根本道理，不管他是哪一种，既然他这辈子进了你家的门，这出戏就已经开锣了。现在的关键不是去抱怨我命不好摊上这么个孩子，而是咱们怎么在这个已经写好的剧本里，靠自己的智慧和行动，把一副不那么好的牌尽量打好，把一段可能紧张的缘分尽量往和谐里带，这才是易经教给咱们趋吉避凶的真本事。可咱们现在很多做父母的，尤其是咱们这一代的家长，99%都在干一件火上浇油的事。干啥呢？在用西方那一套强压的方法，在用所谓的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焦虑，硬去扭曲孩子的天性。就像前面说的那位妈妈，我后来了解到她孩子的一些情况，那孩子天生就是一种很有冲劲、不服管的性格格局。这就像古时候的将军，是要在外面闯荡建功立业的，能量是向外迸发的。可这位妈妈呢，因为自己的担心，因为自己的面子，非要把这只本应翱翔的鹰关进金丝雀的笼子里，逼他学安静的艺术，逼他刷题考高分，逼他走一条安安稳稳的路。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木欲化火。小孩子属木，好比春天的小树苗，生机勃勃，是要向上向外舒展的。你天天压着他，这也不准那也不行，天天在他耳边唠叨，他的肝气就堵住了。肝气一堵，久了就会化成火，这股火往哪烧？往心上烧啊。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、摔东西，或者蔫蔫的得了忧郁症，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里当宅神，那都是他们的肝气被压抑得太狠了，心神被伤着了。你以为你呕心沥血是为他好，其实你是在用爱的名义制造更大的对立，你再把一个将才逼成一个病才。我在实际观察中发现，凡是家里亲子关系搞得很僵的，父母的身体多半也不好。为啥？因为气机是相通的。现代科学讲这叫量子纠缠。当你骂孩子的时候，当你为他成绩焦虑的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你全身散发出的那个能量场是尖锐的、负面的、带着攻击性的。这个能量场笼罩着孩子，孩子身体会本能的紧张、抗拒，肠胃都不舒服。时间一长，他就形成条件反射了，一听到你的声音就烦，就想躲。这不是他不孝，这是生命在自动避险，是生理反应。我常跟来找我的朋友们说，你别总觉得孩子是故意跟你作对，你得把孩子当成你家里的一面镜子。如果孩子脾气暴躁，说明你家里的气氛太紧张了，充满了火药味。如果孩子胆小懦弱，说明你管得太宽太细，把他的阳气和主见都给吸没了。如果孩子对你冷漠，说明你给他的爱可能附加了太多条件，让他觉得喘不过气。易经里有个中孚卦，讲的就是诚信和感通。你想改善和孩子的关系，想转化这段因果，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改造孩子，而是改变你自己的状态和频率。你得从那种我是债主，你必须听我的心态，转变成我是摆渡人，我只送你一程的心态。啥叫摆渡人？就是我心里明白，你这辈子来，有你自己的功课要做，
有你自己的路要走。我的责任是把你平安带到这个世界，养育你长大，教你生存的本领。至于你将来要去向何方，要成为怎样的人，那是你和老天之间的事，我尊重你。当你真的有了这份心态，你会发现，你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大石头扑通一下就落地了。你不会再为他这次考试差几分而彻夜难眠，也不会再为他没选个体面工作而觉得丢人。你会开始用欣赏的眼光看他，哪怕他将来就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，就是个开小店卖豆浆的，只要他为人正直，身体健康，不给社会添乱，那就是来报你恩的。因为他没让你天天去派出所领人，没让你把养老钱都赔进去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福气吗？可咱们很多家长啊，就是贪心，既要孩子健康平安，又要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，还得对你百依百顺。各位，一个权字，下面是个王，你想求全求满，除非你是天王老子，否则月一圆就要缺，水一满就要溢，你逼得越紧，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，只剩下一地鸡毛。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朋友要讲了，陈老师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我一看到他不写作业光玩手机，那个火就蹭蹭往上冒，控制不住啊，怎么办？别急，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重点，光懂道理不行，得有具体能用的法子。下面我就从中医的情志调理和居家环境的角度，跟大家分享几招实实在在的调气心法。这可不是外面那些泛泛而谈的沟通技巧，这是从根子上调整能量。第一招叫闭嘴养精。你们发现没有，现在的父母，特别是当妈的，话太密了，从早上睁眼开始，催起床，催刷牙，催吃饭，催出门，晚上回来催作业，催洗澡，临睡了还要叮嘱几句，一天下来嘴就没闲着。在中医看来，多言伤气，你整天唠唠叨叨，消耗的是你自己的肺气和脾气，气散了，你说话就没力量，孩子也当你背景噪音。你们去寺庙里，为什么觉得心静？因为那里的钟声、诵经声低沉、平稳、有间隔。要是和尚天天拿个大喇叭对你喊，快拜，不拜就倒霉，你早跑了，你早跑了。咱们很多父母，现在就像那个拿喇叭的和尚，所以想让孩子听得进你的话，第一要务是学会闭嘴，把那些重复的、带着情绪的废话收起来。要学易经里的震卦，震为雷，平时不打雷，打起来就一声惊响。平时你跟孩子可以嘻嘻哈哈，没大没小，但遇到原则性问题，比如诚实、善良、安全这些大事时，你要严肃起来，话少，但一句是一句，有分量。这叫不怒自威，比你唠叨100句都管用。第二招叫清空家里的浊气。很多时候孩子叛逆、烦躁，不全是孩子的问题，是你家里的环境出了问题。我去过不少家庭，一进门，鞋子东一只西一只，客厅沙发上堆满衣服杂物，茶几上什么都有。这种环境，在中医叫湿浊内蕴。在一个乱糟糟、气不通畅的环境里，大人心烦，孩子心也静不下来，特别是孩子的房间，很多家长喜欢把他书桌堆满教辅书，墙上贴满拼搏第1名的标语，你以为这是激励？我告诉你，这像监狱的墙，给孩子的是无形的压力。他每天在这个环境里，气场是堵塞的，潜意识里充满反抗，所以回去赶紧动手，把家里收拾利索，没用的东西该扔就扔，给孩子一个清爽、明亮、空气能流通的空间。书桌前面最好开阔些，别让他面壁。如果能对着窗户，看看外面的天空和绿树，那就更好，能让他的肝气、木气得到舒展。第三招叫补肾水、降心火。现在很多孩子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脾气大，沉迷游戏，手机拿不下来。在中医看，这往往是阴虚火旺，或者心肾不交。现在的孩子吃太多炸鸡、奶茶、甜食，这些高热量东西都容易生火，加上熬夜，把滋养身体的肾水耗干了，
水压不住火，心火就往上飘，心神不宁，心神一乱，他就静不下心学习，总想找更刺激的事。游戏短视频正好满足这个，所以做父母的别光盯分数，要盯他的饭碗和睡觉，把那些垃圾食品停掉，多吃五谷杂粮、山药、红薯这些扎根基的食物。晚上11点前必须睡觉，这是铁律，睡好了，肾水足了，心火自降，心神就安定，心神一定，智慧自然生发，这比请什么名师补习都管用。还有一点，家里环境的布置有个很大的忌讳，叫六亲不认煞。啥意思？就是你家里是不是摆了很多尖锐的东西，比如带刺的仙人掌、锋利的水晶摆件、刀剑装饰，或者镜子对着大门、沙发，还有些家庭为了显得有艺术感，挂一些很阴暗、扭曲的画，这些都会让家里的气场变得尖锐、冷漠。孩子回到家，感觉不到温暖，只有冰冷和压迫，他自然想逃离，把你当外人。所以，把那些带刺的植物换成原叶的绿萝、发财树，把冷冰冰的装饰换成暖色调的灯光、柔软的布艺，让家像个温暖的窝，而不是像个展厅或者战场。各位朋友，讲到这里，关于亲子因果的4种类型，关于咱们父母常犯的错误，以及几个调气的心法，咱们算是掰开揉碎讲了一遍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听着心里可能会难受，会反思自己过去是不是做错了。没关系，知道错了就是改变的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很多家庭的问题已经积了很久，孩子已经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根本不理你，甚至关系破裂，形同陌路。这种看似无解的死局该怎么破？大家先别慌，定定神。中医治病讲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既然病根咱们找到了，明白了这背后的因果和能量规律，那接下来陈国华我就给大家开几个方子。这不是虚头巴脑的理论，而是我在多年实践中帮助很多家庭走出困境的实在方法。请大家坐稳了，心静下来，听我细细道来。第一招叫子时调神法，专门化解那种来报仇的、关系僵到冰点的冤结。这一招听起来有点玄，但它背后的道理结合了深层的能量学和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。很多家长跟我诉苦，陈老师，我不是不想沟通，是我一开口他就炸，门一关，耳机一戴，我根本没办法啊。对，当孩子的心门对你完全关闭，白天意识清醒的时候，你任何话都会被他的防御盾弹回来。这时候咱们得走后门，在他防御最薄弱、潜意识大门敞开的时候，去跟他最深层的部分对话。什么时候？就是半夜子时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这时是胆经当令，一阳出生，人的意识最朦胧，潜意识最活跃。具体怎么做呢？需要你的耐心和诚心。等孩子睡熟了，你轻轻走进他房间，坐在他床边，心里一定要放下白天的所有不满和焦虑，努力去回想他小时候可爱的模样，回想你们之间曾有过的温暖时刻。当爱意从心里升起时，你就在心里，或者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，对着他的潜意识说4句话：孩子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要在说的时候，真心的忏悔，观想一道温暖的光从你心里流向他心里，融化那些隔阂与冰冻。你要默默地对他的灵魂说：孩子，妈妈、爸爸以前不懂，给了你太多压力，对不起。谢谢你能来做我的孩子，谢谢你用你的方式提醒我，无论怎样，我都爱你。别小看这4句话，语言和意念是有能量的。虽然他睡着了听不见，但他的潜意识，他的整个状态能感应到，这就是在内心层面进行调整。我接触过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一位单亲妈妈，儿子叛逆到混社会，断绝联系，言语过激，他走投无路。我就让他用这法子，每天晚上对着儿子的照片真诚地念这4句话。1个月后，儿子竟然在深夜发来一条信息：妈，我饿了。
就这么一句话，让妈妈泪如雨下。这就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面对来较劲的孩子，对抗只会加深矛盾，唯有发自内心的爱与关切，才是化冰的暖阳。第二招，叫家居环境布置，借助环境的力量来修补关系。孩子在家待不住，脾气大，常和家里的氛围有关。我教大家2个关键方位：文昌位和天一位。先说文昌位，它不单管学习，更管一个人的心神清明、情绪稳定。找文昌位有个简单法子：大门朝东，文昌在西北；朝南在东南；朝西在西南；朝北在东北。也可以在孩子房间找最舒适明亮的角落，在这个位置摆4只新鲜的富贵竹，用水养着。4树属巽，代表丰木文昌。竹子有节，象征节节高升、正直，绿色也养眼，让情绪平和。竹子一定要有生机。如果孩子火气特别大，还可以在书桌放杯清水，里面放几颗白色鹅卵石，取金生水，水克火之意，帮他静心。再说天一位，它主管健康和人际关系，尤其重要。通常大门对角线的明财位附近就有天一的气场，这里千万不能堆垃圾杂物，要保持干净整洁。在这里放一个天然的开口的葫芦，植物葫芦最好，葫芦能吸收家中的浊气。或者放一张温馨的全家福照片后压一个小红包，里面放点米和盐，寓意家宅安宁，衣食无忧，净化氛围。孩子的床铺也有讲究，镜子绝对不能对着床，那是光扰，会扰得孩子心神不宁，易发脾气。床头最好靠石墙，有依靠，让孩子心里有安全感，别靠着窗户，那样容易感觉无依无靠。这些环境上的调整，就像给家里做梳理，脉络通了，整体的气就顺了，人的情绪自然跟着好转。第3招，叫父母的自我提升，这是最根本、最难的一招。前面2招是方法，这招是根本。我打个比方，孩子是复印件，父母是原件。复印件上有错，你拼命擦复印件是没用的，得改原件。很多父母总问我，怎么改变我的孩子？我的回答永远是，你改变不了孩子，你只能改变你自己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这叫关注效应。你整天盯着孩子的缺点，满心抱怨，就是在向孩子传递负面的、否定的情绪，这反而会把他牢牢锁在不好的状态里。你越说他懒，他越懒给你看。怎么办？调整我们自己这颗心。第1步，收回目光，关注自己，别整天围着孩子转，把精力放回自己身上，经营好夫妻感情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发展点兴趣爱好。当你自己活得充实、快乐、有光芒，孩子自然会向光而来。孩子不听你怎么说，却会看你怎么活。你自己躺着刷手机，却吼他去学习，他凭什么听？第2步，学会少言，积攒善意。易经说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这善，首先在言语，别在孩子面前抱怨配偶，指责老师，议论他人长短。家里要有一股厚道、宽和的气氛。孩子犯错时，别急着羞辱责骂，忍住火气，说一句没事，想想怎么解决，爸爸妈妈陪你一起。这句话种下的是担当与宽容的种子。第3步，也是最高的一层，把控制换成祝福。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，孩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命，他有他的道路，有他必须亲自经历的酸甜苦辣，我们不能替代，只能祝福。每天孩子出门，别在心里焦虑他会不会出事，会不会学坏，要把这份担心转化为清晰的祝福。愿你今天平安、快乐，有所收获。这份纯粹祝福的心意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支持，比你给他买任何东西都顶用。我见过一位老木匠，没什么文化，但心态极好。他从不逼孩子读书，只说人要对得起良心，把手艺学精。他每天乐呵呵地干活，乐于助人，结果3个孩子，个个成才。人家问秘诀，他说，我没什么秘诀，我就管好我自己，
不给儿女丢脸就行。你看，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。他没刻意教育，却用自己这棵树的扎实与繁茂，滋养了整个家庭的氛围。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接近尾声，我们一起回顾亲子改善三部曲。第一，子时调神，用深夜的真诚沟通内心，化解情感坚冰。第二，家居布局，布置文昌位与天一位，用洁净环境营造安定氛围。第三，自我提升，父母做好原件，以身教代言教，活成一道光，坚持去做，家中气氛会悄然改变，孩子眼神柔和，言语温和，家中空气也会清新，学业状态也可能随之好转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顺应规律，调整心态后的自然转变。最后，我想对父母们说，孩子其实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，他的叛逆磨我们的脾气，他的困境破我们的执着，他的平凡教我们放下，他的一切唤醒我们内心的慈悲与智慧。若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们或许不会如此深刻反思，不会渴望成为更好的人。所以，无论此刻关系如何，请在心里感谢他，感谢他让你体验为人父母的悲欢，照见你的不足，让你的生命更完整，给你这次珍贵的成长机会。当感恩升起，所有的隔阂、怨气、冰冷都会消融，你们便不再是债主与欠债人，而是人海中相携同行的伙伴。这才是亲子一场最深的缘分。今晚分享到此，愿每位父母放下重担，修得心安。愿每个孩子在理解与祝福中长成参天大树。我是陈国华，在宜阳晚年频道。若今晚的话对你有启发，请分享给身边同样困惑的朋友，这是一种善意的传递。下回再聊。